台北的早餐文化非常丰富，来到台北肯定要试试看这边的早餐。Chinese meatball sandwich， 丰富多样的选择应有尽有。意大利肉焖三明治。当然，这里吃早餐最适合台北人快节奏的生活。早餐多的是，来 ，Let's go。充满地方特色的小吃，包括肉羹、葱油饼、饭团等等等等。中式就是像粥、稀饭、油条、蛋饼。没有办法吃没问题，打了包带着走也可以。对不起，我们还差2个小时。早餐要吃得饱，午餐要吃得好，晚餐要吃得少。那你想吃什么呢？想吃的话，跟着大为一起吃吧。让我们跟着大为一起吃。Infinity Dream Valley 梦创谷，非常的精致而且可爱，有很多不同的空间让你去利用。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吃，没错，吃呢就是我的最爱。在台北长大，这里绝对不缺好料的。早餐一杯豆浆加烧饼、油条或者蛋饼，午餐来碗牛肉面加奶茶，那晚餐就看你想去世界哪一个角落了。当然了，你想去任何地方，这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，真的。透过吃这个玩意儿，我还真的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。那你也想和我成为好哥们吗？或者成为好妈亲吗？当然没问题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就跟着我吴大维一起吃吧，哈哈哈哈。那么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就吃一个比较特别的早餐，到这个秦小姐早餐店呢，吃一个狮子头蛋饼、狮子头烧饼，还有新疆猪排烧饼蛋饼，哦，口味特别啊。Kimberly 呢是快艇冲浪的世界冠军，她35岁才开始学这个体育，她也是2022年快艇冲浪世界锦标赛 Masters Women's Surf 组的第1名。她16岁女儿 Jocelyn 也很厉害。她是 Amateur Women's Surf 组的第3名。那像你们运动量这么大的话，早餐不能错过嘛，对不对？不行热量，一定要热量，一定要淀粉。所以你说的，你建议什么？像热量的话，好吃的。我觉得住台北很好，我们就很多元的早餐。对对对对那我很喜欢台式老店。台式老店，对，哪像一类蛋饼、豆浆啊，对对对对烧饼、油条啊，但是有一些像，等一下我带你去吃的这一家 OK 它蛋饼很特别，就不是一般的。妹妹，你都吃什么蛋饼？肉松蛋饼，对，是一般的肉松蛋饼、玉米蛋饼。爆浆起司，对，有你的肉松，你的肉松。它烧饼也好吃。你好久没吃烧饼。烧饼对，烧饼它有狮子头烧饼吗？狮子头蛋，狮子新疆猪排就要蛋。试试它狮子头，都不一样哎，真的。还有饭团哦，我小时候喜欢吃饭团。我也爱，我超爱饭团。你是咸的甜的？我可以吃2份，好吃的，什么都想吃，快点，然后要点来吃。加子要吃什么？应该就是肉松。你不要说肉松蛋饼。对，又来肉松蛋饼，他永远都不尝试新的。我点4头蛋饼。蛋饼。对，然后韭菜盒也好吃。韭菜好吃。都点吧，你一定吃得完的。其实在这里呢，要吃早餐真不是问题，想吃什么有什么，种类多到你根本吃不完。所以呢，想吃个比较接地气的、异国风味的、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要吃什么就有什么。好，那个第一次吃这个新疆猪排蛋饼，刚吃了一口，颇有墨西哥菜的味道，因为很多一些墨西哥菜也会放那个孜然，所以这个味道比较重。所以如果你再加点什么沙沙酱啊，什么guacamole啊，你不喜欢那个 guacamole 的话，真的有点墨西哥这个风味，可以试试看。新疆猪排蛋饼，然后试一口，快。像不像墨西哥？真的有，是不是？有，对不对？就加点 salsa，加点那个什么香菜什么，蛮好吃的，味道很重。那你像早上你们会吃大概吃多？你说量要大概吃多少？一整份吃完了。啊？一整份吃完。像你们两个可以吃那么多吗？妈妈可以吃3份。
我食量颇大的。3份蛋，那你运动量大。我从小就这样，从小没有运动，上学前我就要吃2份早餐。像这个我就觉得在变成世界冠军之前，就都是吃2份。我一直都吃2份。早餐是一个很疗愈，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时刻，我不能不吃早餐。不吃的话会不会脾气不好？会。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先期待今天要买什么早餐吃，2份。对，然后中式西式都一样，我都可以吃2份。那像这个味道重，吃了更开胃嘛，对吗？你会觉得越吃越饿。所以你看人家吃3份2份3份都不会身材走样，运动量那么大。要运动哦。为什么要穿松衣服？因为最近吃一吃，重了大概13公斤。13公斤。3公斤哦，没有13公斤，3公斤，13公斤得了，裤子穿不下，开玩笑。那你觉得台式早餐跟西式，你比较 prefer 什么？这个比较起来的话，我认为啦，就是西式的单调。你去饭店的什么 hotel 什么对不对？吃个早餐，都是香肠啊，对，然后炒蛋啊、煎蛋啊，对，大概是这样，加肉加菜，不加肉不加菜，加 cheese 不加 cheese 没了。然后就单调。但你看像中式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有很多变化。对，像可以变成有点墨西哥风味的饼。哎，你要不要喝一碗试试看的？很特别，你有喝过吗？有。咸姜。我比较喜欢喝甜的冰的。甜的冰的。所以好久不见了，你都在忙些什么？最近除了忙着带这个小孩那个小神经病之外呢，前一阵子去了一次，终于到了一次上海，然后呢去看看，因为3年多一点没有哦，对啊，到上海去看，对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去，现在终于可以回去，然后再看一看，然后呢就去看一看那些自己的东西还在不在呀，然后去看一看整个城市的变化。上海不错啊，我都蛮喜欢上海，是蛮好的。你们有想过在上海去开一个快艇冲浪俱乐部吗？他小时候去过上海比赛，去过上海比过游泳，真的啊？还拿金牌，对啊，跟代表学校去比赛。所以你是条鱼嘛？你根本就是个鱼。这里还有北方的韭菜盒子，看到没有？有这个粉丝在里边，韭菜。从小我就爱吃韭菜盒。对啊，我是一半北方人嘛，所以这个韭菜呀、还不错哈，我都非常喜欢吃。但是而且很饱足哎，很饱足。饱足。你要吃这个淀粉，这边就是这个配料跟别人不一样。那真的要讲一讲，不是跟你讲开玩笑的。对不起，妈妈说吃饭不能讲话，那是为了节省时间，不好意思。刚有说它有点像意大利那种三明治 meatball sandwich。对。然后它这个狮子头吗？狮子头。狮子头，还有这个蛋，真的长得很像意大利肉丸三明治。吃一口看。酥脆。好吃吗？酥脆是一个口感，但是我觉得重点是，我很怕，经常吃什么外面做的三明治啊，或者什么汉堡什么，面包比肉多，一口下去都是面包，但是我想你看，它是那个料，比那个面包厚。它的狮子头有名，很多人是特别排队买它的狮子头。秀一下这边，你看。哪边？哦，这个，你看。酥脆，真的，它是人工烤的，不是机器烤。所以今天你看来到这边，也吃到了你的咸豆浆，韭菜盒子，蛋饼，新疆猪排蛋饼，还有狮子头肉丸烧饼，当然也可以不同的混合方式，这里也有蛋饼啊，这里有反正都可以换来换去的，所以真的好吃。等下吃完，中午又可以下水。还有，可以下水，有体力了，有体力了。而且现在的天气凉凉的，滑完水，你知道滑完水我最爱吃什么？很累。那每次游完我就想吃牛肉面。等一下我一定要带你吃一家，也是我从小就吃。那请问你可以吃几碗？1碗啦，很大碗。真的不简单。他说他是35岁才开始学这个运动，能够变成世界冠军、世界第一，真的不容易啊！你不要看好像哎呀好漂亮、好美丽、好舒服，晒个太阳、游个泳，
你试试看，站起来，在这个水中这样站起来，一点都不容易。要学的话呢，找 Kimberly。嗨，David，我们刚吃饱了我。们现在来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个码头，但是我们来到这边是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基隆河的迎新码头，那这边有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滑水学校，这一段其实就是台北最好的河川精华地段。风很小，然后河川很长很笔直，你可以不掉水，一路从前面的码头一直冲到关渡。对，非常的很棒。所以结束以后再去逛士林夜市，再吃一顿。怎么我超爱吃士林夜市。跟 Kimberly 这边，他从头都是讲到吃，对我真爱，这很好。跟着大维一起大家吃，跟着 Kimberly 一起划水。我们现在就去水上看，好不好？看在水上怎么样玩。Let's go。 OK。我们到河边10几20分钟，刚车程很短嘛，那下来船一开你就可以划水，30分钟我就可以上岸，冲洗一下我就可以去工作、上班、上学。对，所以其实对都市人来讲，就时间的运用是比较好的。好，坐好哦。我现在拉起来了，这样就站起来了，这样。然后他再回来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先转 OK。好，现在就是先暖身，在水上 carving。哦，那你要教他什么东西呢？他的所有动作流程，还有我们有一个 routine 要比赛的 routine。好，分一半就好了。对，好，再。你看刚才老师讲的这些，要注意的这个点，没懂。要在这个船的后面，在它的浪花上面做这个360、180、720，看得我晕头转向，眼都花了。所以呢，要我去学看的。嘿嘿嘿，有点困难。那么刚才呢 ，Jocelyn 还有 Kimberly 介绍说，哎 ，David， 你可以去这家店。哦，这个早餐吃的蛮饱的，但是来到台湾，来到台北，不吃牛肉面的话，等于没来过台北。所以呢，不管再饱，也要吃一点牛肉面。来吃它的牛肉面，因为这家很好吃哦，有清炖牛肉、红烧牛肉等等的。所以来到这附近，到底这个店在什么地方呢？哎。到了，就是它，看一下。Hi David， 这里。这家就是我跟你讲说很好吃台北的牛肉面。好，那么这边，所以这边有什么好吃？你可以这家叫史记。对我之前也来过几次，它有红烧汤头跟清炖，看起来不错，一来那个。人也蛮多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吃完你会把它的辣油买回家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一招。对，它的辣油很好吃，还有豆腐乳，你会瓶瓶罐罐都要搬回家，很好。赶快点，赶快点。对，赶快点。 Hello， 老板。老板娘是吧？哎，是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老板娘好。Hello， 老板娘好，老板娘好。来过好几次了，特地带 David 来吃。好，谢谢。高度介绍，赶快来吃一吃。OK。好，谢谢。那帮你们点个单，看要吃什么？介绍，吃你要吃。我喜欢吃。红烧啦，半筋半肉好吃。半筋半肉红烧。对，那清炖半筋半肉。那你们两位就一个清炖的半筋半肉，一个红烧半筋半肉。在实际的时候呢，点了一碗牛肉面吃，它的红烧牛肉面当然好吃，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那碗白汤。开玩笑，不是假的。好，来，先帮你上小菜啊。来。这个是好，你的雪里红。对。尝尝看。那还有点那个热色香味俱全。花干，热的花干，对。那这是我们自己特制的辣油哈，我爱它的辣油。这个的话加辣会很好吃，可以弄一点。大卫 like， 我喜欢辣椒。来，它是那个磨成那个就是粉状，然后变成对。这个辣油的吃法，有些人单独挑上面的油，那有些人他会拌一下，就把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粉制作的那个渣辣渣，他会一起，那个就加辣渣会更辣一点。对，我喜欢加到辣渣，香哦。有就油泼那个像。你不吃辣哈？我不吃辣，但闻起来很香，真的。你不吃辣？他不吃辣。你们家也都吃辣吗？老公？我吃辣，我们都吃辣，就他。那么好，你先沾一点。刚点的那个红烧的半筋半肉，我要来香，好香哦。好，你们还有一碗是清炖的半筋半肉，你看一下我们汤头非常特别哦，像牛奶一样。对。好。哇，待会儿跟你闲聊一下，看到底怎么做，回家偷个师。没问题。师傅不也
边啦。 OK，谢谢。这边好，来红油抄手，你们这个是小点心啦，你们可以选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那可能上齐。对，我上齐了，那这可能要先拌一下。好，会的。好，谢谢。各位朋友，花干这个花干，其实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花干，你知道？我一直以为花干是豆腐干，一个干嘛，所以花干就是豆腐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泡清炖的汤头去泡，那是豆腐去炖的，对啊，豆腐对啊，所以花干我一直以为是豆腐干，花干干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把它搅一好搅，，然后这个抄手，其实抄手真的是家不一样，但是从小的时候我在家里面，妈妈也是在做抄手，那个最重要就是它那个配的那个酱，对那个料，看你怎么做，不够它的辣的话还麻油、它的酱油、它的糖、它的辣椒等等，看你怎么可以配，还有喝一口来蒜，对啊看看。然后你汤也是红烧清炖，好喝，辣咸如何？刚刚好你的解释不会太辣，我那么怕辣的人是刚刚好。他喜欢红烧。我最爱 OK 红烧。你看它的清炖的汤头很浓郁哈，炖到什么变成奶白对这样子那种像拉面那种汤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给它用细面鸡蛋面，你试试啊。清炖有，我看我还没用过，sorry， 这个可以来试试尝尝。还没有那个不介不意，不，试试看这个清炖的，很浓郁，浓郁的清汤，就是然后你这个感觉就像有点像喝奶的味道一样，它的汤的那个味道比较浓厚一点。来问老板，这炖了多久？看了对，很浓，对，very nice。半筋半肉，喜欢吃牛肉，喜欢吃牛筋。然后呢，红烧就是红烧，它也不会太像有些太辣或怎么样，就把那个牛肉的原味给盖起来不。够辣。对，我现在试一下原味。好吃，很好吃。好吃吗不？腻，就怕就很多些那个汤头很腻什么的。然后各位看到那个肉，我觉得大家看一看就可以大概知道什么意哎，思你。看这个对啊，半筋半肉，非常的嫩。喜欢吃，我很喜欢吃牛筋。入口即化哎。你有吃到它的牛筋吗？煮得够久，很嫩哎。所以女就是儿也吃一个也可以带小朋友来吃的一个地方。因为现在好像去任何地方，可能你孩子也大了，那时候我们的小孩小，所以现在每次吃个东西的时候呢，都要想一想，哎，这个东西小的能不能吃？对，如果说他很小就来吃，他喜欢牛肉面，太辣他也不能吃，对，太咸他也不能吃。小孩可以吃清炖，我觉得清炖很棒，又营养。它这个红烧的话，小的也可以吃，因为它不会像那种什么太不会辣、太咸什么的不会，所以OK 啦。先把抄手拌一拌，有辣，因为有些抄手就是有些酱太多，它刚好也不会太多，所以有辣哦。要涵盖它这个馄饨，但是又不能太多汁。妈妈教的，辣的你不能吃，那就他不吃 skip，嗯啊， It's OK。他不敢太辣，不错，皮薄馅多，你说辣，对，我觉得辣，有没有？味道如何？有辣，有点辣，有点辣哦。但是那个叫什么调的不错，因为这个必须要有点辣，对，所以可以就像抄手，有辣有咸，但是没有说太咸，味道很香。Good， 这个厉害了 ，Nice。本来跟我们是同行，当摄影的，结果呢不务正业，开了个牛肉面店，反而让他出了名。是啊，所以吴大伟以后也不要带你吃了，我就开一碗面店，请你吃，如何？好主意。哎，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老板娘，不客气不客气。所以这个史记就是您的名字。对，是我的名字。可是呢，哎，刚刚那个我先问过说，哎，这边我们这个店开多久了？大概快20年。快20年。对，还是有点历史啦。那可是呢，我对餐饮业是完全不懂。因为你说之前你说你是之前我家庭主妇，所以跟餐饮业完全是不搭嘎的。不搭嘎，就是相夫教子在家。我先生呢，他之前是在华视当摄影师，28岁才嫁给他，就是比较晚婚。那小孩子都还小的时候呢，他必须要退休了。对。那他说退休怎么办呢？小孩子还小，需要赚钱啦。他那种他很喜欢吃牛肉面，那几乎什么地方开一家新的牛肉面，他一定必须去尝尝看。对，他后来想说，哎，那我退休我要做什么呢？他说，那开一家牛肉面店好了。
就这样子。对对对。那我们这家面店呢，特色刚刚你们有点了，一个是两碗红烧嘛，对，好，一碗清炖。那我说了，清炖里面有故事。好，故事就是呢，当然开一家面店不容易啊，刚开始开啊都没有客人，就只有我跟先生在柜台对望，哇，怎么办？没有人。那你知道吗？清炖就是说，一开店嘛，就开始要滚汤啊。对啊。就是一个意外而产生的一个白汤，想不到，你看很多事情你故意去做，反而做不到。哎，生意不好，煮了3天，惊喜来了，滚了3天，第1天没客人哦，对不起，第2天开店再继续滚，第2天没什么客人，那锅汤就一直没卖完。结果对，然后只是说前一晚加热把它滚热了，这样免得它坏掉。结果呢，哇，第3天你猜怎么样？味道出来了，不是味道，是颜色变了，颜色变了，变成牛奶色了。当下几锅坏了吗？没有，当下说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原本的开水那个颜色啊，清净，因为一般你在外面吃的清炖，可能它就比较开水，对。那当别人一进来说啊，老板娘，我要点清炖，一上，哎，怎么是这种颜色啊？牛奶。结果呢，以为是拉面，是意外啦，因为之前生意真的不好，对，所以到第3天才有这个成效啊，所以说歪打正着。OK， 那这个白汤出现了，对，那真是意外了，奇迹，就好红了。对，结果我们那个清炖真的就卖得超好，就这个白汤，所以说做事情呢，有时候惊喜反而会给你好东西哦。而且呢，我觉得我们是良心作业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定要第3天营业时间才有这个。那如果说假日卖得太好，礼拜1，那客人要来吃清炖，对不起哦，6日生意太好，那个汤卖完了，所以其实客人都被养刁了。他们甚至还说，老板娘，你今天汤头是不是不够？煮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吃到后来就被我们养刁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们还差2个小时啊。所以下次小的带你来吃牛肉面，找那个阿姨来说，来给你吃这个东西，但你不能吃那个包菜。有爸爸带你们过来吃哈。好的，谢谢，Thank you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到了台北之后呢，一定不可以错过台北好吃的早餐，又便宜又好吃，种类丰富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是啊，跟着大卫一起吃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。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桥梁，我们希望透过吃来了解不同人物他们背后的故事，他们的热情，还有他们对生活不同的看法。但是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吃得好，吃得饱，让你一定活到老。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